奥利维拉和托普利亚的比赛已经确定下来，那么马哈切夫和马达莱纳的比赛也基本板上钉钉了。来分析一下这两个人各自的优劣势吧。其实马哈生重面对马达，他的体格还真不算太吃亏。马哈是1.8米的个儿，在轻量级算是中等偏上，而马达莱纳是1.8米出头的个儿，在次重量级只能算是中等吧，没有那几个1.88米、1.9米的那么大只，所以两个人的体重可能也就差个几磅，应该不会超过10磅。从年龄上看，马哈34岁，马达28岁，虽然相差了6岁，不过也在各自的巅峰期，毕竟35岁才到斩杀线。所以他俩的身体条件和年龄都大致相当，互不吃亏。马哈虽然体格稍微小一点，但是减重更轻松，没准体能表现还会更好呢。说完他们两个的身体条件，再来聊一聊两个人的战力和地面。首先从战力开始，马达战力上的武器库就太丰富了，拳击不用多说，水平都快要赶上职业拳击了。关键他还是个双架选手，能360度无死角进攻，打击非常立体，感觉马哈跟他一个人打得需要2个拳击手来备战呀。除了战力技术储备，马达的性格也非常冷静，韧性也非常足。跟伯恩斯那场比赛被摩擦了那么久，一点也没出现颓势，反倒把伯恩斯给累得脱节了。伯恩斯明明是有优势，却撑不到回合结束了。还有马达地面起身和龙边逃脱，现在做的也都非常完美。他有大地那个教练克雷格·琼斯帮他备战。琼斯这个家伙虽然平时疯疯癫癫的，但是缠斗这一块属实太有话语权了，把大地和马达这两个偏战力的选手练的防摔、起身以及把位控制都做到极致了。大地跟马哈打的时候，除了被拿背，基本没吃过大亏。还有马达跟大眼打，被爆摔好几次，也都很快逃脱了。甚至大眼最擅长的魔龙边都控不住马达，好几次都被他反制回去了。马达目前处于18连胜，有14次终结能力相当强。他这次没 KO 大眼，其实是因为大眼的羊肉星辰拳是真的挺有一套东西的。大眼的星辰拳是左一套右一套，换架换来换去的，始终保持身位的变化。他既能压迫也能免伤。但马哈切夫并不是双架选手，他只有反架，防守的方式比较固定，所以他面对马达这么高水平的立体拳击进攻，可能会挨到比大眼更多更结实的拳头啊。这么一说，好像马达稳赢了似的，当然不是啊。再来分析一下马哈的武器库。首先有了大眼这次的比赛经验，马哈必然不会像大眼一样留给马达3回合打战力的时间，他肯定从第1回合就开始通过不断的打摔结合消耗马达。大眼有卡内罗阿瓦雷兹情节，马哈切夫可没有这种情节呀，他只有小鹰哈比布情节。而且马哈的强力扑摔能力和进地面以后的控制细节更是远超大眼啊。如果马达贸然送头起身，很可能又被马哈那钢铁般的小臂给缠绕住，使用前卫打死角。这次马达的训练备战肯定要围绕着打死角做大量的文章啊。除了地面上的威胁，马哈在战力上的暴击能力其实也是超过大眼的。大眼打了10多连胜，用他的羊肉星辰拳只终结过1次布雷迪，而且还是站着 TKO 的。但是马哈切夫在战力可 KO 过不少人啊。除了之前的老对手 T8， 马哈还用前手摆拳击倒过奥利维拉，也用过一个高扫爆头，直接把大地给打出了裂痕。所以马达莱纳这次面对的对手，相当于是一个战力和地面都强化版的大眼啊。但也不是说大眼一无是处啊，他在战力、控制节奏和免伤的能力还是在马哈之上的。马哈缺少大眼那种乱七八糟免伤的能力，所以这场比赛相比于大眼那场，可能更会出现终结呀。至于谁能赢，还是要看两个人当天的状态怎么样。他们俩实力差距不是特别大，赔率没有托普利亚和奥利维拉那么夸张。以上是两个人的武器库分析，下面是老环节，看一下两个人的流量分析。这两张图放在一起，压根不是一个级别呀！马哈这边1000多万粉丝，马达这头才20多万粉丝，连人家一个零头都没有。主要马达莱纳这哥们也确实不好吹牛逼，性格太冷淡了，不怎么炒作。他之前还说自己也不太想让太多人关注，他只享受在比赛痛揍对手的感觉。不过如果他这次能赢了马哈，估计少说得涨100万粉丝啊！两个人的点赞和播放量差距也非常大，马哈切夫这都是好几百万的播放，几十万的点赞，马达莱纳基本都是几万的个位数啊。不过马哈的粉丝虽然多得夸张，但购买力确实不强。其实他的粉丝群体跟咱们这边的消费环境差不多，看比赛也都喜欢白嫖啊，没有付费习惯，但架不住人多呀，所以播放量啊、评论数啊、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呐，这些免费的东西那都是几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，也挺好的。大家这么多人参与讨论，多热闹啊，有气氛。